今天我们到 Cotswold 一日游。Cotswold 位于英格兰中部，是一片以田园风光和历史村庄闻名的地区哦。它被誉为是英国最美的乡村之一。这次我们租了车，然后就开了3个多小时的车到 Cotswold 去。我们这次其实安排了好几个地方，但是因为一直在下雨，你可以看到一直在下雨，从早上开始下到晚上，所以我们有些地方可能没有去到。一进入到 Cotswold， 你就可以感觉到整个风景都不一样了，感觉很多地方都很适合拍照打卡。如果不是因为下雨的话，可能我们也会下车去拍一些照吧。我们的第一站是会去到 Chipping Campden。现在要进入到 Chipping Campden 啦。Chipping Campden 是最有代表性的小镇之一，它的特色就是它的历史街道和蜂蜜社石灰岩的建筑哦。Chipping Campden 在 Cotswold 的北部，就是我们会从北部慢慢的往下走，所以其实那几个 National Trust 的都是建议可以去参观的地方。我们的行程安排就是要去 Heathcote 和 Broadway Tower， 可是因为下雨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直接去到它的 High Street 罢了。如果大家开车遇到下雨有这么大的雾的话，要小心开车哦。我们到了 Chipping Campden，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建筑都很有历史的感觉。这个是它的 High Street， 就是比较多商店的街道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也可以在整个 Chipping Campden 走走，尤其是如果你有在这里住上一晚的话哦。这里有很多茶室、小餐馆、精品店哦，都很有乡村的气息。我经过这辆车的时候被它吓到。店里的风格都是这样子，感觉小小的，可是又应有尽有。也可以参观看看古董的收藏品哦。好啦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要去下一个地点。这个 Deals First Organic 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，这里也是个很值得来的地方哦。它这里不只是有餐厅，也是有可以买日用品啊、菜啊、书籍等等，都可以过来看一下。我很喜欢他们的摆设和呈现的方式。这里很大哦，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看。外面在下雨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在里面看。我们要去的餐厅需要排队拿位置，所以我们去给了名字之后，我们才来逛。也建议大家这么做会比较好，因为我们需要等个好像1个小时，所以1个小时可以慢慢逛这整个地区。如果你是在 Airbnb 住或者是有煮东西的话，也可以过来这里看看这里的食材哦，感觉都很新鲜，而且也有蛮多的选择。单单蘑菇类就有至少6种耶。这里也有他们自家的饮料和 organic 的饮料哦。肉类、香肠、腌肉等等都是应有尽有的。看了那么久，很想买的就是这些甜品啦。它的 scone 感觉也是可以考虑买看看哦。这是这里出产的 pudding 跟 yogurt 优格，还有牛奶。楼上也有一些厨房用具跟日用品哦，价格没有很便宜，但是如果有看到喜欢的，还是可以买回去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风格还是蛮不错的。想要找蜂蜜酱料这一类型的话，这里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选择，还有茶饮这些，因为在英国他们的茶也是一个特色之一。
除了上一个影片讲到的 Fortnum and Mason， 我觉得这个的罐子也是蛮美的，也是可以考虑买他们的茶当做纪念品哦，跟伴手礼。后面还有一个小花园，看了好疗愈哦。可是因为下雨就没有去更多的地方看看了。这里还有烹饪课哦，喜欢煮东西也可以过来看看。不想排队等的可以来这一家餐厅，我们是要去吃午餐啦。今天要来的这个餐厅也是有米其林的。这里有一些今日特选哦，大家可以看看，我们选了汤，环境不错，而且很多人，所以需要排队。我们点的 appetizer 是那个汤和 mortadella bites， 可是我觉得冷天气喝汤很好， mortadella bites 的话就算了吧。在这里吃不怕你会吃不均匀哦，我们加了2种不同的沙拉还有猪肉，每一道菜的摆盘都很漂亮，而且都有蔬菜，很喜欢哦。我以为我叫的是这个沙拉，抢了我朋友可以倒酱汁的机会。发现我叫的这个沙拉真的很好吃，3种不一样的，建议大家可以点哦。这个猪肉好吃，有一点咸，但是我喜欢它的口感和带一点微酸的酱汁很开胃。这个沙拉真的很建议大家点哦，真的好喜欢，好好吃哦。Stowe on the Wold 也是著名的小镇之一哦，也是因为它的历史，还有它的市场广场和独特的古董气氛。我们来这里主要是想要去那个羊毛教堂，就是 St. Edward Church 里面的一个地标，就是在 The Lord of the Ring 里面出现的。St. Edward Church 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这个传说中的橡木门。这个是教堂的北门，它有2棵古老的橡树环绕，就很像童话中的入口，也就是魔戒中出现的精灵之门的设计。要谢谢遇到的当地导游，不然我们就来不到这个很美的 St. Edward Church 了。离开教堂之后，在附近有好一些商店，里面的装饰卖的东西都还蛮有特色的哦，建议大家都可以去看看。这家店的很多商品都是手工制作的哦，都很细腻，很好看，价格也不便宜。要去下一个地点啦！那个雨真的是下不停啊！希望你们下次有到这里的时候是大晴天。因为下雨，其实我们就只是在High Street这一带，这里有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。虽然稀里哗啦的下了好大的一场雨，但是在这宁静的小镇，感觉还是有很多可以打卡的地方，因为他们的建筑风格就已经是一种特色啦。小桥对面的街上也有很多的商店哦，也可以去看看。离开 Burton on the Water 要去下一个景点啦，因为下雨，所以我们决定直接去最后一个 Byberry 去看看。如果大家行程是多过1天的话，在 Byberry 还可以去好几个景点哦。我们去了这个道的时候，看到一片绿，以为去错了，结果我们来对地方了。看到这个很兴奋的要去打卡拍照啦！
Byberry 是 Cotswold 地区最迷人的一条村庄哦，这里也是 National Trust 的打卡景点之一。这一条是 Arlington Road 阿灵顿排屋。14世纪的时候是作为羊毛的仓库，17世纪就改成织工的小屋。这个地方常常出现在明信片和英国旅游的宣传当中哦，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打卡景点。因为今天雨越下越大了，所以我们就决定不去其他地方。晚餐决定要去 Oxfordshire 牛津郡的 Bicester Village， 这个是一个最受欢迎的奢侈品牌购物村之一，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买一些奢侈品牌、运动品牌的话，都可以到这里去看看哦。但是可能你们会需要有开车会比较方便。这里也是连接去火车站，所以也可以选择搭火车到这里哦。这里的很多商品商店都是有折扣的哦，大概是30%到70%左右，或者甚至有些半价或更低。所以如果你们很喜欢购物的话，这里绝对可能你们需要花一个3-4个小时来吧。但是这里8点就关咯，所以我们主要是来吃晚餐的。我们选择了 Farm Shop， 因为它的有乡村的这些风格的设计，结合了时尚和自然的元素，里面的内部大部分都是以木材来做装潢。Farm Shop 提倡用本地生产和有机的种植食材，所以每一道菜都感觉比较健康，和重点是新鲜。又是我爱的鱼啦。我们也在这里叫了 fish and chips， 但是还是上一集的在 London 里面的比较好吃。这个就是一日游的终点站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